虽然浑身被魔气缠绕，但不像被暗族附身的样子。雪晨，为何你会从暗域出来？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谢雪晨那个轻易就死的废物，也配与本尊相提并论。谢城主已死，那他是谁？愚蠢至极。不对，这正是雪晨的功法，你就是雪晨。谢雪晨不过是本尊的一魄罢了，已被本尊融合。取用他的功法对我何难？不过本尊倒想试试，你们口中的人族至强到底有多强？起正，大佬变背！谢雪晨是废物，如今的仙盟更是连废物都不如。就凭你们，拿什么守护苍生？就靠你们微弱的蝼蚁之力吗？游戏结束的太早，总是很无趣。本尊今日便留你们一命，但是记住，谢雪晨已死，如今的仙盟更是名存实亡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二位这是在替谁守丧？终于，雪晨，这不是天命神君吗？没想到你也会落入凡尘，被俗世俗情所扰，真是可笑。看来谢雪晨的那一魄已经回到你的体内了。你说什么？何必这么惊讶？我跟你说过，谢雪晨只是我的一魄罢了。你吞噬了他。能被本尊融合，是他的荣幸。而如今你该担心的，并不是他，是你自己。你如今这副模样，还想唬谁？虽折落凡尘，我依然是天命。真是可笑。有了繁星的神还是什么？神格蒙尘，神力减退，你已不再是当年的天命神君。看在我们万年旧识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一个痛快，祝你解脱。你竟敢救他！我不是救他，只是不想让你得手。你动了谢雪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天命的存在，就是你的威胁。你想做的事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
那我就偏要让你看看，我是如何事事如愿的。谢雪辰，你竟敢在神魄中设下浴血禁制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束缚本尊？万年之后，你还是和天命走到了一起。可如今的我，不会再心慈手软了。睡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待你醒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天命，你历经万年红尘，百世惩罚，可知错？天命知错，当年不该忤逆昊天而行。这万年业障，均是自食其果。万物有序，因循昊天法则。你乃天命神器，流血受伤这种事，不该发生在你身上。多谢昊天。心魔尊骤然出世，昊天规则产生变数，将令世间运行轨迹崩坏。然天命书不能对同一人改命2次，吾亦无法直接降临世间。天命，需你代行昊天意志，继续完成万年前未能完成之事。但这一次，莫再令吾失望了。谨遵昊天之意。盟主，各派受伤的弟子，我已安排在寝炉疗伤，用的都是最好的灵药。有劳苍长老了。我已从净花宫调阅灵花灵草于此，希望能帮上忙。虽然人灵2族已结盟，但如今看来还是不敌那星魔尊。诸位，那星魔尊与谢城主的长相的确相似。当日谢城主离开此地之后，就再未归来。倘若那星魔尊所言是真的，不会的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是啊，当务之急是商议应对之策。现在无论星魔尊是何来历，万仙阵被撕裂已是事实。为防暗族偷袭人族，今日起，我会率玄天门弟子研制驱魔大阵，有劳各派加强各处防务。是。尊上，这就是荣渊的摄魂骨吧？摄魂骨，那不就是当初何县我让净花宫那帮修士变成傀儡那小玩意儿吗？那时的蛊虫是以尸骨者的性命为代价，只有尸骨者死后才能生效。尊上这骨蝶看起来显然不同啊。骨蝶无需任何代价，便能使人人入魔。小小的蝴蝶竟然这么厉害，那尊上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杀仙盟那帮修士啊？让仙盟死，如同碾死一窝蚂蚁，屠戮远不如折磨来的有趣。谢雪辰，你留下禁制又如何？你想护的人间，我照样护卫给你看。天气天寒，你再去多睡一会儿吧。我昨日助你，
只是为了对付魔尊，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。我恨魔尊，也恨你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也知道，你不想让谢雪晨守护的一切被魔尊毁掉。我与魔尊已有万年的夙愿，既然你我目标一致，为何不能合作一次？凭什么？凭我知道魔尊的弱点，以及应对之法。弱点？阿朱，万年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世事流转，你与谢雪晨，阿朱与魔尊，都起于万年前的机缘。你若想得知真相，找到破局之法，何不亲身经历一次？我可为你开启天命阵法，让万年前之事再现眼前，让你阿朱的视角重新感受一次。你可敢？有何不敢？我没有混沌珠的记忆，我唯一相信的，就是你们曾经数万年相伴的时光。数万年之久，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。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鸿蒙伊始，昊天创世，并淡化两大神器——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混沌珠掌时空，天命书掌因果，二者均受昊天所控，共同维系时间运转，而后才有了各族万物。年前，神族内战，恶神君玉率众反叛，杀了善良的老神皇一派，夺得天界之权。由于神战冲击，致使天幕震动，裂开巨口，三界濒临崩溃，史称苍浩之伤。昊天命混沌珠补天，最终混沌珠灵力耗尽，坠入人界。天命书感应到混沌珠的精变，一半神魂追随到人间，仅剩一半神魂的天命之书上显现一则命格预言：神子诞，众神落。新神皇君玉不懂何为神子，求天命书提供更多信息。天命书沉寂不答，君玉便命玉、战、蚩三神搅动人间，寻找神子。而天命书终于在人界找到了混沌珠，将它置于人族皇宫池塘，以人皇气运滋养，等待它再次化形。这玲珑殿好看虽好看，但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昭明了。他有这么忙吗？圣君的时间是属于天下人的，自然是忙。
你不是说你是圣君最离不开的人吗？你怎么这么闲啊？我可是身负重任。什么重任？是重任，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若你无聊，我倒有个法子让你解闷儿。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吗？摇头下注，玩的就是刺激。哎，规则很简单。你听懂了吗？啊，哎，来一句你就会了。不过，要用珍贵之物下注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，昨日的桃花酥，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吃呢。那我就拿它下注吧。此物过于珍贵，你用一般之物下注即可。比如，圣君前几日送你的那盒珠宝首饰。嗯。圣君，您几日没合眼了，要不先去休息？无妨。河州每日都去玲珑殿，混沌珠并无异样，也无异动。他虽是上古神器，但如今已经化为人形，便该以人相待。是。阿朱单纯，河州赤诚，他俩倒是适合做玩伴。来，小赌怡情，压大开大，压小开小。小肯定是小，快看！3、2、1，开！哈哈，你压小，蛋开大，这几只珠钗是我的啦！怎么样，还玩吗？再来！就喜欢你这爽快的性格，别灰心，再多玩几把，我好好教你。不如也教教我。圣君，赵明，阿朱，走。圣君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提醒我。开始吧。圣君，这不太好吧？让你去你就去。我的赌资够吗？不要怪我一直不前，实在是圣君给的太多了。开始吧。全没了，不玩了。阿朱，学会了吗？阿朱还未学会，我们继续。圣君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我都已经输得底朝天了。无妨，下个月的俸禄可提前垫做赌资。你不是说小赌怡情吗？我还想学。赌就是赌，大赌小赌都伤身。阿朱，你别学这些不好的。我和周从今日起戒赌，再也不带阿朱赌博了。阿言，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宫中禁赌。是。退下。是。阿朱啊，这些彩头你可要收好了，可别再被河州诓骗了。不怪河州，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是他在陪着我。
以前当珠子的时候，总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你，现在成了人了，反而想见一面都难，倒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是我疏忽了。你刚化为人形，定有诸多的不适应。可若长期跟着河州厮混，只怕他会带歪你。我为你寻一位先生，让他教你读书写字，可好？先生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，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国师，我来晚了，让国师久等了。无妨，片刻等待，等到便好。昭明说，国师是东泽学识最渊博之人，更是国师主动应下教导阿朱一事。多谢国师。不用如此客气，倒显得你我生分。国师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都怪河州一直吓我，说要毕恭毕敬，否则会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的。但我觉得，国师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？一见如故。一见如故，你可是想起了某个故人或故地？国师说笑了，我只是昭明的一颗珠子，怎么会有故人呢？开始上课吧，今日先教你一些基础字。这个字念人，也是如今你的身份。人，这个字简单，好记。此字念天，可这样记：天比人多2横，一横高于人，一横困住人。天，怎么如此蛮横霸道呢？这便是世间的秩序，天永高于人，人受制于天。那我不喜欢天，天让人受苦，也让昭明忙得没时间陪我。人族的陪伴，须臾几十载，唯有天上之人，方能与天同寿。那样的陪伴，才叫永恒不息。可是陪伴的时间再久又怎么样呢？如果2个人待在一起，感到不快乐，那种陪伴，不是痛苦的吗？国师，这是我跟膳房师傅学做的点心，特地拿过来给你尝尝。国师今天
为什么生气？是不是嫌我学字太慢，嫌我笨了？我并未生气。你心思玲珑，一点即通，又怎会愚笨呢？国师没有生气就好了。那你明天还会教我识字吗？既以为人能有简单纯粹的快乐，亦是好事。打开它。这支御笔送给你，天道控人，但人执笔亦可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多谢国师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国师记得吃点心。你找来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世人为何会在不同场合用到花呢？婚丧嫁娶、祭拜神灵，看似不相及的事情，却通过同样的花来寄情。花，在你我眼中非黑即白，只是形态上有细微的差异；而在世人眼里，花与花却大有不同，缤纷色彩，各有寓意。每次从云海望向人界，见孩子们只要吃了它，就会喜笑颜开，一块糕点便能获得的快乐，你我却感受不到。于你我而言，任何食物都没有味道。我们从未尝过酸甜苦辣，亦不会有眷恋，又何须感伤呢？理虽如此，从未拥有，便无需眷恋。你我作为神器，虽与天同寿，受众神敬仰，却也只是昊天的工具罢了，活得还不如凡人精彩。昊天赋予你我神力，自当是不允许我们偏私，更不得偏爱任何东西。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些什么，那注定也要失去些什么吧。可是，我们尝不出味道，看不到颜色，闻不到花香，更不懂情。这数万年，与同一天无异。天命，你不觉得闷吗？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便是神器的代价。这往后千万年、万万年，都要如此吗？定属如此。终于昊天。国师，方才在殿外，阿朱姑娘说这是她第一次做糕点，味道可好？嗯，很甜。可是阿朱姑娘说今天做的是咸口。哦，是吗？那这糕点的做法很特别，是从我故乡那边流传过来的。原来是故乡之物，难怪你如此留意。来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国师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。
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，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。阿耶叫它蜀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！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。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宴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督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督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沙也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英英。
你不能去！哎，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俺也回家，俺也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婷儿，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
俏寒雪尽，娥皇始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快！这花家要洗丝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个，大人护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我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！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应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下次爷这个姐姐娘的，差点摔落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！我爹，流氓，快停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钉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
张老三，也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人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也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使唤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，我们打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呀，我的！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两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子，那花场回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
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华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，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啦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，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？5折。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5折这样。那是5斗米，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？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锅盔送客。阴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的丝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丝染得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不能？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
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，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焕华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乖乖，你抓了，乖乖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怡英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了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他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着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呢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啊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的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？去见一个朋友。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毅出来！金毅出来！娘子，金毅，我知道你在家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不是，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开门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！哎呀！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伤口啊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，这胳膊，这全都折了。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演得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史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慧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金小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
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儿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英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英英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嗯。